值得注意的是，在即将举行的美日首脑视频会谈中，双方将讨论如何拉拢其他国家一起搞所谓对华技术封锁。周一，日本新一届国会正式开幕，会期共150天。当天下午，岸田在众议院发表首份施政方针，着重强调了如何应对新冠疫情以及气候变化。而对于朝鲜近期连续4次发射疑似弹道导弹的飞行器，岸田表示，日本方面不会坐视不理。北朝鮮が繰り返す弾道ミサイルの発射は断じて許されず、ミサイル技術の著しい向上を見過ごすことはできません。岸田在演讲的第8部分谈及外交政策，宣扬其所谓的新时代现实主义外交。岸田称，作为日本外交和安全的基石，进一步加强的美日同盟关系至关重要。但同时，岸田也表示，今年是中日建交50周年，希望与中国发展稳定的关系。日本共同社称，岸田的表态说明他考虑到了平衡。岸田他是鱼与熊掌兼得的那种心理，他实际上是，也必须要就是考虑到就是中日关系的这个重要性，因为他自己也说到，就是说日中的这个经济关系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他在一些比较敏感的这个问题上呢，他没有完全跟着美国的这个脚步，就直接猛地往前冲。在对华关系上，岸田声称继续在各种问题上进行对话，就共同问题进行合作，但他也敦促中方所谓负责任的形式。同时，岸田还表示，为推进所谓自由开放的印太构想，将与澳大利亚、印度、东盟和欧洲各国携手合作。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东北亚研究所副研究员霍建岗向深圳卫视记者表示，岸田等人的最新表态都显示了日本新一届政府在对华政策上的两面性，保持中日关系基本面的稳定，同时联合其他国家从外部制衡中国。一方面在很多问题上对中国进行一种强硬的这个，无论是态度还是行为都是强硬的，同时又喊这种稳定的这个中日关系，这其实是没有意义的。所以呢，需要的是日本在很多问题上真正做出改善中日关系的这种态度和行为。岸田发表施政讲话的同一天，日本外相林芳正也在国会发表外交演说，并表达了类似的立场。据共同社报道，关于钓鱼岛问题，林芳正称绝不能允许单方面改变现状的尝试，并提及南海、台湾、香港等问题。事实上，包括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在内的日本政坛重要人物，近期不断在台湾问题上打擦边球。对此，中方已给出明确警示：如果日方执意玩弄台湾牌，将危及中日关系大局。大家都知道，台湾是中国的核心利益。那么，日本在台湾问题上指手画脚，甚至做一些比较出格的这个举动呢，实际上是已经违反了我们刚才说的4项政治文件的这些原则，同时的话呢，也是违反了他之前对华的一些承诺。那么这样做的话呢，实际上大家都知道，肯定会破坏中日关系的这个大局。本周五，岸田将与美国总统拜登举行视频会谈，这将是岸田上任后与拜登首度长时间会谈。协调双方的对华立场被认为是该会谈的重要内容。美国白宫发言人普萨基周日在声明中表示，新尖端技术相关合作将是两国首脑会谈议题之一。在人工智能、人脸识别等最尖端技术方面，美方以所谓担心转为军用或用于侵犯人权为由，加强了对中国的出口管制。近年来，美国不断在高科技领域对中国企业进行野蛮打压。自特朗普政府时期开始，美国明显加大了力度，拜登政府则利用所谓实体清单、芯片禁令等手段，不断对中国企业进行单方面制裁。去年12月16号，美国财政部将8家中国企业列入投资黑名单。12月中旬，美国政府又连续推出4波涉及中国企业的制裁，涵盖数十家中企或研究机构。而日本方面，岸田文雄执政后将所谓经济安保作为政策招牌，其核心目的之一就是在经贸、技术出口等方面配合美国对中国进行限制。另据日本读卖新闻近日报道，美日两国正在探讨建立新的高科技出口管制跨国机制，并拉拢有意愿的欧洲国家加入。拜登去年10月提出印度太平洋地区经济框架，预计今年启动全面磋商，尖端技术的管理也是其中主要议题。
有分析指出，在技术管控领域，尤其是限制对华技术出口方面，美日两国有共同的利益诉求，因此日本对美方亦步亦趋。但这种拉小圈子、制造对抗的行为，暴露了美日典型的冷战思维。日本其实它现在也在这次的这个本届的通常国会上嘛，它要提出一个所谓的这个经济安全方面的法案。其中的内容呢，也涉及到刚才说到的这一块，就是对中国的这个高科技的这种封锁的这么一个问题。所谓的这个安全上的这个目的，其实是一种就是想要对中国的这个发展阻碍的这么一个目的。不过，即便面临美日的打压，中国在科技创新和经济发展方面的全球贡献也越来越获得认可。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21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中国在创新领域的全球排名已经从2013年的第35位上升至第12位，是排名最高的中等收入经济体，也是世界上进步最快的国家之一。法国国际问题专家佩里莫尼表示，2021年中国经济发展保持世界领先地位，并在科技创新领域给世界带来诸多惊喜。中国继续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复苏和增长的重要引擎。美日探讨建立高科技出口管制跨国机制，体现了明显的技术封锁倾向。这种强制性技术管控不符合市场规律，也将对全球科技创新和普及造成消极影响。单方面的封锁这种正常的这个技术的这个交流的话呢，实际上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负面的一个东西。那么其实在这些问题上，日本的经济界包括日本最大的经济团体经团联呢，也对日本政府现在的这种态度表示担忧。日本首相岸田发表首次施政演说，提出新时代现实主义外交，既强调日美同盟重要性，也提到日中关系正常化50周年，希望对华构建具有建设性且稳定的关系。那么您如何看待未来1年的中日关系呢？我查了一下档案，今天日本台上的人都曾参加过中日友好交流，也曾为中日世代友好举杯祝愿。在岸田内阁，或许50年前田中大平体制下所产生的亲华情绪已经淡漠，但至少知华的知识储备要比前几任强一些。英国杜伦大学的教授布朗森告诉我们，经历快10年的安倍时代，日本社会整体经历了一次民族主义扩张，特征是鼓吹打破2战后体制，将日本普通国家化，通过绑定日美同盟实现日本武装力量的军队化、海外用兵常态化，以所谓的积极和平主义把日本抬升为国际政治的重要玩家，这也造成了日本社会情绪的集体右转。尤其安倍及其追随者，从最初拿钓鱼岛，到后来竟连台湾、香港、新疆问题都拿来和中国制造摩擦，这就导致了日本政坛坚持对华友好的人，原来理直气壮，现在也易受攻击了。在这样的背景下，本就是脆弱妥协产物的岸田内阁，其对华方略不可能巨变。即便是有外相林芳正这样的重磅知华人士，也是如此。日本的学者佐佐木文子曾直言不讳地提醒我们，要注意岸田文雄和林芳正在去年9月以来大频率使用的词汇，也就是实用主义。站在岸田的角度思考，我个人的观点，岸田内阁很可能奉行更平衡的外交安保思路，保持美日同盟关系不变，然后寻找和中国合作的空间。我注意到林外相曾公开呼吁日本媒体不要用 friendly 来形容对华政策，要客观看待中日关系现状。这也意味着岸田的对华政策将是平衡日本右翼民意和自身外交需要的实用主义，同时呢，减少意识形态对决策的影响。岸田文雄和林芳正的组合有助于避免执政的自民党和具体业务部门外务省分裂为亲美亲中2个派系，而形成一个一致决策、一致执行的体系。好的，谢谢吴先生在线与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